想象一下，你突然穿越到了1800年代，此刻的你不再是现在的你，而是一位早期的古生物学家。刚刚偶然发现了一块巨大的下颚骨，还有几颗凶狠的牙齿。你一看，哇，这一定是某种可怕的远古生物，但你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恐龙，毕竟那是19世纪，没人知道恐龙是什么，而你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一堆推测和大量想象。事实上，早期的古生物研究很多时候都是靠瞎补，因为化石残缺太多了，只能靠拼拼凑凑。不过偶尔，科学家们也会遇上一些保存得极其完整，几乎不需要任何想象的化石标本，所有细节全都在眼前，就像时光穿越的礼物，让我们得以真实地看到这些史前动物的模样。而且越是年代久远的标本，越让人觉得神奇，因为它们就像地球史上失落的片段，突然被打开了一道窗。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叶虫，你应该听说过它们，或者至少该听过。它们曾经是地球上最成功的早期生物之一，是节肢动物的一种。目前已知的三叶虫物种就超过22000种，数量比鸟类还多。因为种类丰富，它们的体型、栖息地和生活方式差异也很大，有的是掠食者，有的是清道夫，有的过滤水里的微生物为食，还有的吃浮游生物。科学家认为，三叶虫最早出现在约5亿2100万年前的寒武纪早期。对，你没听错，它们离10亿岁比离现在还近，这真的太疯狂了。那个年代的地球地图和现在完全不同，几乎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居然还能知道三叶虫存在，简直是奇迹。更离谱的是，我们不仅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还能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因为有一块岩石里的三叶虫标本保存的实在太完美，几乎像是昨天才死去，而不是5亿年前。我猜你们很多人都听说过庞贝的故事，一场火山爆发毁灭并掩埋了整个罗马城市庞贝，不仅造成数千人死亡，甚至还完美保存了一些遇难者的遗体，被火山灰瞬间覆盖，定格在历史中。为什么说这个故事有关？因为在大约5亿年前，摩洛哥海岸也发生过一场极其类似的灾难。那时候，一座巨大的火山猛烈喷发，滚烫的岩浆和超高温的火山气体涌入海水，而那片海域里，一群三叶虫正安安静静地生活着，结果瞬间被高温击中，动都来不及动，就被定格在了时间里。更神奇的是，这次喷发不只留下了三叶虫的壳，而是把它们的软组织都保存了下来，甚至是立体的三维结构。你要知道，大部分三叶虫化石都是压扁的，而且非常小，所以这种 3D 保存简直是奇迹。这让我们得以原样重现这些史前生物的完整模型，可以360度观察、触摸，甚至像是在看活的一样。而这场火山喷发产生的力量之大，还直接把炙热的火山泥灌进了三叶虫的身体里。听起来很惨，但这反而让它们的消化系统得到了完整保存。这是首次有三叶虫的消化道被完整保留下来，而且科学家还因此发现了许多前所未知的结构，比如过滤网状的组织，一个类似漏斗的嘴巴，还有一对位于嘴边，可能是专门用来帮助送食物进嘴里的特殊附肢。更震撼的是，被保存下来的不仅是三叶虫，还有它们身上寄生的小动物，像克雷莫虫、腕足类这样的微型生物，被发现用自己的软组织柄固定在三叶虫的外壳和腿上，就像是史前版的搭便车，一同被瞬间定格下来。不过这还不是三叶虫奇迹的终点，我们还发现了更多超高质量的化石，其中最特别的2块标本来自一个叫 Trachypycephalus 的三叶虫种类，它们不仅100%完整，而且保存状态堪称完美。这些化石来自纽约地区一片特殊的沉积层，这里在奥陶纪晚期曾是三叶虫的栖息地，经常发生富含黄铁矿的泥流沉积，而这种矿物恰好特别适合保存有机物。正因如此，这2只三叶虫不仅保留了完整的身体，还有鳃、触角、卵、消化道，甚至连走路时的腿部动作都被完整定格下来。这种级别的保存，单独一项就足以轰动学界，而这次竟然全都保留下来了，简直震撼到无以复加。三叶虫的种类非常多，也因此三叶虫这一类群在漫长历史中一直延续了下来。不过话说回来，想要出几个震撼的化石标本，其实也不需要2万多种三叶虫，对吧？就比如接下来这位利齿兽，越研究它，我越觉得这玩意儿简直离谱到不行。
这些小到中等体型的二齿兽类曾经是地球上最成功的动物之一，也是早期三叠纪中最出人意料的统治者。它们当然没三叶虫那么多样化，但分布范围还是相当广的，而且非常能打。怎么说呢？有些地方光是这种动物就占了当时所有生命的 95% 以上，这种统治地位几乎前无古人，后也没见谁能做到。而更神奇的是，他们不光活得久，还特别擅长化石化，因为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木乃伊就是一只利齿兽的个体，而且是断层级领先。2022年，科学家在南非的南部喀拉哈里盆地发现了一具前所未见的利齿兽遗体。这具尸体距今2亿5千万年，但保存的实在太好了。说真的，我见过的公路上压扁的动物尸体都没它整齐。而且这个地方如今是一片半沙漠，非常干燥荒凉，但和三叠纪早期比起来，这里现在简直算是绿洲了。那个时期气温酷热，气候极端，什么高温干旱都是家常便饭。而科学家推测，这具标本之所以能保留下来，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极端条件。当前的假设是，这只可怜的利齿兽是在一场严重干旱中死去，之后身体脱水干瘪，然后走上了一条类似古埃及木乃伊的保存路线。也正是因为这个过程，它身上的皱纹、皮肤质地才得以完整保存。别忘了，这东西可是2亿5千万年前的尸体。这也带来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比如，尽管利齿兽既不是哺乳动物，也不是爬行动物，但它的皮肤居然更像犀牛或河马的皮，而不是像恐龙那样带鳞的爬行动物。还有，它们基本是无毛的，皮肤上还有凹陷。你以为这就完了？更惊喜的来了，研究团队随后又在同一区域发现了另外7具利齿兽的尸体，而且状态都很好，其中1具同样也是木乃伊。而它们是一起死的这件事也引发了更多推测，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利齿兽能在早期三叠纪大灭绝中幸存下来，甚至一度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动物。虽然它们的生存从来都不轻松，但这种干旱和极端环境可能确实也是后来它们灭绝的重要诱因之一。这些利齿兽木乃伊加上之前提到的三叶虫化石，都属于极度完整保存的例子，因为它们大多保留了完整或几乎完整的身体结构。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想要算作保存极佳的化石，也并不一定要全身俱全，有时候只要一个部位保存得特别好，那也足够震撼了。最好的例子就是接下来这具我认为最疯的蛇颈龙化石。它真的让我彻底明白古生物有时候到底有多恐怖。你觉得这种吓人的远古动物最可能在什么地方出土？澳大利亚？那你还挺会猜的，但这次你猜错了。这个超猛的发现其实来自英国。对，就是那个今天看起来又冷又湿，也没什么猛兽的英伦小岛。不算人类的话，但几千万年前侏罗纪时期的英国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当时那是热带群岛，四周被温暖的浅海包围，孕育了无数生命，也诞生了很多不可阻挡的掠食者，比如巨型的超级食肉的蛇颈龙。2022年，一次震撼发现再次提醒了我们那个时代到底有多疯狂。一个研究团队在一个悬崖上发现了一颗巨大的蛇颈龙头骨，就那样悬挂在峭壁上。你能想象吗？你在悬崖边往下一看，差点没被吓得原地腿软。这颗头骨属于一种蛇颈龙，而研究人员几乎一眼就认出来了，因为这颗头骨实在太完整，太惊人了。它不仅是保存最完好的蛇颈龙头骨，甚至也是目前发现的所有同时期海洋爬行动物中保存最完整的头骨。而且它长度达到了整整2米，也就是6英尺，是目前已知最长的蛇颈龙头骨之一。那这只蛇颈龙本体的体长呢？估计超过10米，重达数吨，整个脑袋都在那儿，完整无缺。但最让古生物学家震惊，也让世界目瞪口呆的，其实是它的牙齿。我觉得与其叫牙齿，不如直接叫咀嚼用的刀，因为这套牙虽然已经 1.5亿年历史了，但保存的几乎完美，简直还能用来切肉。你还能清楚地看到它们的多个特征，包括那一排排明显锯齿状的咬合边缘，还有沟槽结构。这些设计让蛇颈龙能用非常残忍的方式杀死猎物。那些沟槽其实就是为了让牙齿在咬进肉里之后能故意变得不稳定，
从而不断撕扯。而这也意味着它不会只靠一次致命的咬合，而是连环快速攻击，每一下都能造成巨大的出血、断肢，甚至瞬间致命。所以对于它的猎物来说，那绝对是噩梦级的场面。更恐怖的是，研究发现这颗头骨的咬合力竟然是大型咸水鳄的2倍，光听就觉得疼。而除了这些牙齿，整个化石的保存也依然惊人，甚至连很多内部结构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比如用 CT 扫描后，我们能看到它的感压孔仍然完好分离着。科学家推测，它们在活着的时候应该是和神经或血管相连的，这样就能感知水中的压力变化，用来追踪泥水浑浊区域的猎物，非常实用。不过目前我们还只能看到这一部分，科学家们非常确信这整具蛇颈龙的骨架还埋在那个悬崖里，所以我现在已经把手指都快攥麻了，只能继续祈祷挖掘成功。好了，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单个化石的例子，但如果我告诉你，地球上居然有一个地方，整个遗址里每一块化石都保存得惊人，你信吗？让我带你认识一个名字很难拼的地方 Lagerst Titian。 这不是某个具体的化石层的名字，而是一类非常特殊的地层，最大的特点就是保存极度精良，而这种超高质量的保存可能要归功于它们形成时的无氧环境。那里缺少导致腐烂的细菌和矿物反应，死去的生物反而得以完整留下。目前全世界已经发现了不少 Lagerst Titian 类型的遗址，几乎横跨了所有地质时期。但在这些遗址中，有一处无论是知名度还是保存质量都堪称天花板级别。它不仅是最古老的之一，甚至比一些年轻遗址保存的还好。更离谱的是，里面大多数竟然都是软体生物。它就是布尔吉斯页岩，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落基山脉。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三叶虫一样，这块页岩记录的是5亿多年前的地球，大概5亿8千万年前的样子。不同的是，布尔吉斯页岩的保存方式太独特了，甚至拥有自己专属的命名 Burgess 型保存。这种方式对保存软体动物特别有效，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寒武纪时期最奇葩、最科幻的生物才得以完整保存下来。比如第一个被完整保存的奇虾，长得像煎饼的奇异节肢动物贩卖虫，还有形态堪比恐怖片怪物的奥托虫，全都在这里出土。它的保存程度之高，让我们甚至能看到它身体上一圈圈的印痕。它那令人不安的喙状口气，以及一种肉质的凸起结构，不是毛发，更像是凸出来的肉块，看着真的有点辣眼睛。当然，这只是布尔吉斯页岩里最出名的一批，还有很多非常离谱但保存精良的生物，我挑了几种最印象深刻的讲一下。比如虫状的艾蜜虫，它不仅有完整的身体，连它留下的爬行痕迹也清晰可见。还有全身有装甲的黏糊糊生物微沃克虫，以及一只看起来像节肢动物祖先的虫子伊萨虫，不仅肢体结构完整，连肠道都保留了。再往下还有一只双壳节肢动物，以及一种更原始的节肢动物布尔吉虫，保存状态好到连胃部都能看到。而其中有一只叫斯坦利虫的，更是直接保留了完整的头骨和大脑。对，大脑，这在古生物化石中是极其罕见的发现。所以说，这地方真的太神了。想讲清楚这里面出土的所有生物，可能要讲一整天。但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这些化石不仅常常保留了完整的外骨骼、肌肉轮廓、生长痕迹，甚至连胃里的残渣都在，真的堪称奇迹。而很多寒武纪时期最顶级的化石发现，其实也都来自这里。不过 Lagerst Titian 并不是唯一一种神奇保存的方式，还有一种方法简直就像从侏罗纪公园里直接走出来的一样。没错，说的就是琥珀。琥珀里出土的化石也非常惊艳，比如一只远古跳蚤，体内居然还带着瘟疫细菌；一只正在攻击黄蜂的蜘蛛被瞬间定格，还有完整的火蜥蜴幼体，以及公认保存最好的直翅目昆虫标本，可以追溯到2亿3千万年前的三叠纪。虽然这些都很酷，但有一个琥珀标本，我觉得它应该单独拿出来说，因为它不仅把琥珀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还圆了我小时候看侏罗纪公园时的所有幻想。这个化石很可能是史上保存最完整的恐龙之一，而它的来源是一只不幸被困在树枝里的恐龙，或者说是它的一部分。
恐龙这种体型庞大的生物，大家一般不会期待它会卡在琥珀里，通常被困的应该是咬它的蚊子，对吧？但这一次真的有一块恐龙身体被困在了树枝中。2015年，有人在一座矿井里发现一块琥珀，起初他以为那里面包着一段植物，就像一般的树枝或草，于是他把这块琥珀打磨得像珠宝一样，准备拿去市场上卖。但还好，在出发前他决定请科学家最后再看一眼。结果万幸中的万幸，分析之后发现这根本不是植物，而是动物组织，更准确地说是恐龙组织。这可是大新闻，毕竟不是每天都能在琥珀里发现恐龙的痕迹，而且这块化石被认为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恐龙组织，几乎和它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包括骨骼、肌肉、皮肤，当然还有羽毛。要知道，这只恐龙大概有9900万年的历史，保存成这样，简直太离谱了。更惊喜的是，这块尾巴并不是属于鸟类，而是属于一只非鸟类兽脚类恐龙。对，就是和霸王龙属于同一个大类的那种恐龙。目前科学界推测，它的身份很可能是小盗龙类的一种。换句话说，它属于那个接近鸟类分支的恐龙家族，但自己还不是鸟。我们能确认它不是鸟，是因为它尾巴里的脊椎骨没有像现代鸟类那样融合成尾杆或尾羽骨。而这种结构的保留，也帮我们学到了关于鸟类演化的全新知识。比如，这种尾巴很长，而且非常灵活，两侧还分布着成排的羽毛。能看到这种结构，真的是奇迹。它的羽毛颜色也被完整保留，背部是栗色，腹部是白色。而且，既然所有的主要结构都还在，那基本就等于它们正看到一条恐龙尾巴最真实的模样。所以现在你可以很确定地说，你真见过一条恐龙尾巴。其实如果你看过我之前讲琥珀的那期视频，也许早就见过了。不过这个标本还有更疯狂的一点，里面甚至还保留了所谓的液体，也就是恐龙体内曾经的液体残留。科学家检测后发现，其中含有亚铁离子，这说明我们可能真的找到了恐龙的血液。不过你也别太激动，因为在分子层面，这样的样本其实无法用于侏罗纪公园式的复活实验，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发现，因为这意味着这只恐龙在被树枝困住的时候很可能还活着。这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例非鸟类恐龙死于琥珀的案例。真是个离奇的死法。你可能会问，一只恐龙怎么会被卡进琥珀里？答案其实跟它的体型有关。这只四栖龙个头非常小，是个幼体，估计体型还不如一只现代麻雀大。有趣的是，这样的小东西居然真的改变了我们对恐龙演化的认知。科学家们通过它的羽毛，发现它拥有现代鸟类羽轴中才有的中空结构，也就是羽杆，而它身上也存在羽肢，这说明羽肢在羽杆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总之，琥珀确实是保留古代生物的宝藏，当然 Lagartistien 也是。但在某些方面，这两者甚至都要被另一种保存方式比下去了。永久冻土这个概念指的是任何一种土壤或地下沉积物，只要连续2年以上都处于冰点以下的状态就算。虽然2年听起来并不遥远，但有些永久冻土其实非常古老，目前已知最老的冻土样本年龄大约有70万年。而在这些最古老的冻土中，科学家挖掘出了不少离谱的东西，尤其是冰河时代保存最好的动物标本之一。那这个时期最具标志性的动物是谁？你应该能猜到，猛犸象。被公认保存最完整的猛犸象标本也是从永久冻土中出土的，它有个名字叫优卡。在讲优卡之前，我得先说明一下，也许你会觉得这已经不算化石范畴了，但其实只要是超过1万年的史前生物痕迹都可以被称为化石。而优卡这个标本不仅达标，还远远超标。它是在2010年被确认的，年龄大约为 3.9 万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猛犸象幼崽。但光看外表的话，你甚至会以为它只是死了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因为保存状态实在太好了。UK 之所以能这么完整，是因为它被极寒的永久冻土冷冻木乃伊化了，整个身体甚至连皮毛都保存了下来。也正因如此，我们今天甚至能看到它的大脑扫描图像，显示出猛犸象和现代大象的脑结构其实很相似。
不过 Yuki 大脑因为冷冻干化，体积缩水了大概 55%。顺带一提，这也是目前唯一保存完整的大脑猛犸象标本。更疯狂的是，科学家还从 Yuki 体内成功提取出了血液，是液态的血。这在猛犸象研究中是第一次，简直震撼。不过最夸张的还得是他们对细胞核的操作。研究团队设法让 Yuki 体内某些细胞核重新开始执行部分生物活动，听起来是不是像侏罗纪公园那一套？但并不是所有关于 Yuki 的事儿都那么精彩，因为它其实只是一只小象，死亡时可能只有6岁左右。那它是怎么死的？一开始，根据身上的咬痕和割痕，科学家以为是当时的狮子袭击了它，没吃完就被冻住了。是的，那时的西伯利亚真的有狮子，但后来这个说法被推翻，有人提出可能是人类杀的。而最新的说法是，其实谁也没杀它，而是大自然的意外。最可能的情形是 Yuki 在穿越沼泽时被困在泥里，活活淹死，然后低温让它整只像成了冻土木乃伊，于是才造就了这个堪称奇迹的标本。不过说到冰河时代保存最完整的动物， Yuki 还不是最古老的。最夸张的是2018年在西伯利亚发现的另一个标本，年龄超过 4.2 万年，而且是只马，地点是世界上最大的永久冻土坑巴塔盖卡大坑。当时一对猛犸象象牙猎人在那附近挖东西，有人注意到泥土边露出了一点奇怪的东西。一开始他们以为是常见的冰河时代碎片，结果一扒拉竟然是一整只马，完好无缺，从蹄子、皮毛、眼球全都还在，简直像刚死不久一样。更离谱的是，解剖后发现这匹马的消化系统保存得非常完整，体内还有液态的血液。根据目前记录，这也是地球上发现的最古老的液态血液。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在体内找到了液态的尿液。对，你没听错，连尿都没干透。而他们用这些液体样本，特别是血液，完成的实验比在幼卡身上做的还要离谱。他们不仅提取了 DNA， 甚至还从细胞中培养出了活组织，这等于朝复活灭绝动物又迈出了一步。研究团队甚至表示，他们计划尝试克隆这匹马，尽管他们也承认这是成功率很低。哦，对了，说起这匹马，它其实早就灭绝了。这种古马的学名是 Alena 马或原始西伯利亚马，大约5000年前还在西伯利亚活动。这种马体型比现代马小，但肌肉更发达，身体更结实，以抵抗极寒气候。有估计称，当地温度可能低至零下70摄氏度，冷到能把你眼球表面冻裂。所以说，别看这小家伙长得呆萌，抗冻能力却爆表，这就是进化的力量。而且最神奇的是，我们现在居然能看到它们如此完好保存的样子，真的太幸运了。希望未来还能有更多这种冰封奇迹被挖出来。